学大家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故事的第一个部分，我叫它做 orientation。一个故事要开始以前，先要铺陈，对不对？在这个部分呢，当然这里有3个主要的人物啊。那么我们要看看印尼语是怎么样介绍一个新的人物出场。那接下来如果提到同样的人物的时候，怎么表达呢？那当然要谈到人物，接下来表达它一定要用代名词啦。如果你不断的用主要的名词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那听的人觉得烦死了。所以一定要有代名词。那这个代名词，老师把它分成好几个部分，一一的拿出来给大家看。譬如像一开始呢，我只介绍在这个文章当中出现的一些人称代名词。基本上在印尼文里面要分成主格、属格跟受格。那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它有单数、复数、单数、复数、单数、复数啊，有这样子的区分。所以这个是一个总表。当然这里不是所有的代名词都在里面。那么各位要注意的就是有3个短式，比较短的，譬如说姑、木、酿，这3个在属格下面的姑、木、酿，这是短式。所以在譬如说我的朋友的曼固，你的朋友的曼木，他的朋友的曼酿，这里用所有格或者是属格，用短式放在后面。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每一个故事在开头的时候，老师都放了一个缩写表，也就是我们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语言学者会将那个故事的每一句的每一个词汇要把它拆开来，将词根、词缀分开。既然要分开，那么就要有一些个文法上的缩写名词，所以这里是一个文法的缩写一览表。那当然这里面东西会很多，有的同学会感觉哎呦简直是无法负荷，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最主要的重点，因为有的同学对于文法的意义是有兴趣的，可是有的同学对于故事的本身比较有兴趣，所以是各取所需。我把这个表放在这里是要告诉同学，当你在阅读全文的时候，那个全文的下面都会列出来这些文法的缩写，你要有一个对照表，2相对照才会看得清楚。这里的细节在我们讲解故事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出现，所以不用担心。那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图，找出故事的主角到底是谁，是如何自称的。 Hai, namaku Tian. Aku memiliki 2 ekor teman yang sangat lucu dan menggemaskan. 所以这里故事的主角是谁呢？就是小田。他说 Hi, namaku。记得刚才我们说过属格的短式 namaku 要紧紧的粘在 nama 的后面。然后呢，他一开始说我叫小田，他用阿姑，这表示这个小田呢，感觉跟你的距离是蛮近的，所以他用一个很亲密的阿姑。然后呢，他因为跟这些小狗啊，这个小青蛙呢关系都很亲密，所以他用了阿姑来表达他是谁。他没有用沙哑，他用阿姑，这有特别的意义的。接下来我们看是怎么样介绍新的人物出场。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我叫小田，这是主角，对不对？有2个新的人物。 Aku memiliki 2 ekor teman yang sangat lucu dan menggemaskan. Nama mereka adalah Hachi, seekor anjing yang sangat aktif, dan Donna, seekor katak yang sangat cantik. 各位看，这里介绍了2个新的人物出场，一个是哈奇，一个是唐娜。2只宠物朋友，他特别说 dua ekor， 他用了一个量词 ekor 是动物的量词，2个宠物朋友，所以 dua ekor teman。那这2个是谁呢？一个是哈奇，所以他说
Hachi seekor anjing， 哈奇是一只小狗。那么 Dana 呢 ？Dana seekor katak 是一只青蛙。这里的 ekor 不断的出现，是量词，动物的量词。那么跟随主人翁的视角，我们前进吧。这个主人翁就是小田，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根据他的视角，请你将聚焦放在人、时、地、物的上面。Malam itu, aku dan Hachi tertidur pulas. 所以这时候讲到什么时候发生的 ？Malam itu 那天晚上，是谁跟谁呢？是阿姑跟哈奇。所以这个小田跟哈奇小狗怎么样呢？进入梦乡以后怎么样？ Aku tidak sadar bahwa Donna melompat keluar dari botol kacanya. 所以这里你看见阿姑，对不对？她是指的自己，她没有察觉到什么呢？没有察觉到 Donna 怎么样呢？从她的玻璃瓶里面跳了出去。玻璃瓶是 bottle 是瓶子 ，gaja 是玻璃，所以 botol gajanya 就是她的玻璃瓶。于是呢，霹雳娇娃不见了，对不对？你可以看见这个故事里面，小田是非常爱他的小青蛙唐娜，可是这个霹雳娇娃呢，就非常的狡猾，有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田耍得团团转的。这个霹雳娇娃不见了，所以老师说啊，是空瓶徒留余恨呐。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Ketika pagi tiba, Aku dan Hachi melihat Donna tidak lagi di tempatnya. 早晨来了，阿姑但哈吉，我和哈奇看见什么呢？看见谁不在了 ？Donna 不在哪里了？她的地方。tempat nya 是地方 nya 老师刚才讲过，是一个属格的代名词，要粘在那个词汇的后头。她的地方。好，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三个人物，一个是小田，一个是小狗哈奇，另外是 Donna 唐娜，这三个主角发生的事情。现在小狗哈奇的脑袋卡住了。 kami mencarinya bersama-sama. Sampai-sampai kepala Hachi terjebak ke dalam botol. Di mana Donna seharusnya berada. 所以你看见，他说我们一起找寻 Donna， 他的我们用的代名词是 kami 是我们不包括你的意思。如果要包括你的话，那是用另外一个词汇，我们还没有学到。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不包括你们这些个观众或这些读者啊。他说我们 kami 去寻找 nya， 寻找 mencari nya， 用一个受格的短式，它放在家里的后面，家里 nya。 然后是哈奇的脑袋 ，kepala Hachi， 哈奇的脑袋，脑袋哈奇，你要记得印尼文的这个词序啊。哈奇的脑袋就是脑袋哈奇，哈奇的脑袋卡进哪里呢？卡进了那个玻璃瓶里面。好，那这时候找不到唐娜了，怎么办呢？来一下爱的呼唤，唐娜，你在哪里呀？Aku memanggil Donna dari jendela. Donna, di mana kamu? 再一次看到这里的阿姑是我，然后嘎木是你，还记得这里的关系表示他们是很亲密的好朋友，所以他用阿姑跟嘎木，我跟你来互相的称呼。那当然，这里的第三者就是那个小狗嘛，对不对？那个小狗哈奇是越帮越忙的。我们来看看。 Sementara aku memanggil Donna, Hachi yang tepat berada di samping kananku terjatuh dari jendela. dengan kepala lebih dahulu ke tanah. 这里实在太精彩了，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小狗呢，它越帮越忙，对不对？而且呢，从窗口跌了下去，结果头还先着地，它的 kepala， 它的头啊先着地，地是那个 dana， 所以那个头就碰到了地上。
那当然，这个小主人他也是非常爱他的小狗的。你可以看到整个故事里充满了人对动物的爱心爱护。Boom! Bunyi suara botol pecah. Aku bergegas turun dari jendela dan memeluknya. Hachi, kamu harus hati-hati, kataku. Ia hanya tersenyum. Dan mencoba menenangkanku dengan ciumannya di pipiku. 你可以看见这个小田多么爱他的小狗啊，跟他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啊！所以哈奇摔到地上以后，他把它抱起来，还要亲一亲他的面颊，但是这个小狗呢，也以微笑来回应，并且要安抚它的小主人啊！所以这里充满了人与动物之间相亲相爱的这种感受。当然，我们提到同样的人物的时候，代名词一定要派上用场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阿姑我，有什么什么nha他，嘎木是你，还有伊呀是他，还有姑的短式，这些老师在前面用一个表格都已经交代过了，你可以看到它不断的出现。好，然后搜索大队要出发了。Kami melanjutkan pencarian keluar rumah. Aku dan Hachi memanggil Donna tanpa henti-hentinya. 所以他们到房子外面去 keluar rumah 到房子外面去搜寻。那阿姑跟哈吉这个是不断的出现dan 是一个连接词，将两个人连起来。他们出去不断的呼叫 Donna 没有停过，所以他用 tanpa henti-hentinya 都没有停过。好，现在搜索目标前进森林。Kami pergi menuju ke dalam hutan. 再一次用 kami， 就是我们不包括你我们不包括你。那么现在将刚才的这一个整个故事所出现的人称代名词，老师把它再一次的呈现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讲过 kamu 跟 anda 之间的差别。这一刻，因为他跟小狗跟 Donna 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他用阿姑我跟 kamu 你来互相的称呼。所以同学们，你可以看出印尼文的代名词跟中文的代名词比较出来之后，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你会发现印尼语的第一人称单数跟第二人称单复数要分人际的远近跟地位的高低，所以阿姑、沙雅这个要区分，还有 anda、kamu、你也要区分。另外呢，印尼文分 kami 跟 kita。kami 是我们，不包括你 ；kita 是咱们，我们大家一起的意思。接下去，印尼文的主格的代名词呢是一个自由式的，譬如说阿姑，或者是沙雅，或者是主格的代名词 kamu、anda， 还有ia、mereka， 这些都是自由的。那么属格跟受格可以有黏着式，老师刚才说过，譬如说 namaku， 这是一个黏着的，我的名字。tempatnya 它的地方 nya 也是黏着的。memeluknya 抱着它，那个 nya 也是黏着在动词 memeluk 的后面。还有一个 menenangkanku 安抚我，那个 ku 在 menenangkan 的后面。所以这里有自由式跟黏着式两种的区分。那还有呢，印尼语的第三人称是不分属于人或不属于人的，因此当他说 dia 或者是 ia 的话，不区分它的差别的。